云淡风轻，我想移民澳大利亚帮帮忙。山高水长，我是澳大利亚移民，帮帮忙。新移民、准移民，欢迎收听澳洲移民帮帮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vonne， 欢迎您收听澳洲移民帮帮忙。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以房养学。为了录制这一段关于海外地产投资的单元，我们特别外景专访目前 Cbre 的 Director of Residential Project Brisbane 杨叶杨先生，从他的专业角度来看看澳洲留学和地产有什么紧密关联。我不简洁了，不可以再笑了。OK，Cbre 的 Director 吗？就是最厉害的简称就是 Cbre 的一把手，叫央毅。那央毅本身呢，我们今天录制这个节目的重点在央毅本身，当初是留学生过来的，然后也去过很多的国家，去不同的国家留学，所以算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那当然，今天第一个问题，好，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最近不是大家都很流行一些以房养学的事情吗？对。那如果根据这个 Cbre 是全球上市公司，是专门做这个房地产起家的单位，以你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澳洲的以房养学到底它的重点的特色是在哪里？其实，如果以房养学来说呢，你们要考虑到第一就是说去比较说到底是买房子好还是租房子好。那你要看的是两个，就是当地的租金跟当地的那个贷款的成本。那如果说为什么说以房养学，其实最重要的道理就在于说，你去买这个房子付贷款的那个贷款的那个费用，跟你要租一个房子去住的费用哪个比较高，哪个比较合适？那以澳大利亚来说呢，是比较合适以房养学有两个原因。第一，说这边的租金比较贵，想说你这边租一个一房的公寓在市中心附近，可能在 City 要租到500到550，在南岸公园 South Brisbane 那边也可能要500左右，然后在偏远的地方可能要400左右一个一房的单位，两房单位在 City 可能600到700。那可能两房单位在 South Brisbane 是550到650之间。那如果你今天买一套一房的公寓，假设你贷款是60%的，你拿40%的前期款出来，你每个星期，我刚才说的是每个星期租金嘛，大概你的每个星期的贷款，如果利息的大概200左右。如果你买个两房的公寓的话，你每个星期的贷款大概300到350左右。所以说，如果你买房的话，你付贷款的利息比你付的一个租金要便宜。那为什么说养学呢？假设你买了个两房的单位，你自己住一间房间，你把另外一个房间租给同学或租给其他朋友，在 City 可以租到350左右，然后客厅还可以出租，客厅可以租个150。假如说你这样子一个两房公寓，你可以租到500块租金回来，基本上可以付你全部的贷款，也可以付你的物业管理费，又可以付你的网费，所以基本上你自己那个房间是完全免费的。对，这个我也想到说，我们当初我记得我来澳大利亚这边留学，我是02年过来的，然后那时候我们班上同学有个新加坡人啊，我们大家都在找着租房子嘛，然后我就听到他为什么跑去买一栋房子，那时候我还笑人家说，哎呦，杀鸡用牛刀，来留学还去买房子，结果后来3年之后才知道人家真省等于说他买了这个房子，后来包括3年来的地价涨，还有汇率的涨幅，再加上他都把房子都租掉嘛，然后结果发现人家怎么没付任何1毛钱，然后反而是我们在帮人家交租，现在才懂人家真是聪明其实对啊，因为你要这么想说，房价来说，其实是普遍来说在澳大利亚是个比较稳
稳的一个地方，特别布里斯班。在过去我们看了 RP 大家给我们过去70年的数据，澳洲的房价平均在所有的主要城市，包括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还有阿德莱德这些，还有 Perth 这些城市，他们的房价是每10年一个 double，这已经有过去70年的数据去支撑了。那假设你在这边留学，你不可能只来3年，因为我就这么算好了，从语言学校到大学预备班到4、5年，我算你5年好了。那5年的话，房价如果没有一个 double， 就有一个半倍的成长，50%成长。那等于说你不单单是你这5年的生活的地方是免费的，你还有5年后你的房子还涨了50%。就是，可是因为你一般贷款，你只是付50%的定金，就等于说你这个定金的部分是涨了100%。可是现在国际学生不是不能贷款吗？你可以用父母的名字买，要用海外收入做贷款，可以贷最多70%，或者是也有一些他就算还是现金买断，他最后卖掉，他还是赚汇差跟地价。其实汇差就要看时机了，因为本身来说我们是做金融的，不可能说每个人都一定赚汇差，可至少来说，你今天来得了澳洲，你对澳洲有一份感情，有点澳币来做投资也是不错的。然后澳币现在在属于一个历史的低位，像我记得在去年这个时候，澳币对人民币是大概1:6，那现在是1:5。那以后可能会涨回到1:6的话，那你这汇率就可以赚20%的。那如果你对台币也好，对港币也好，现在也是在跟历史的低位。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些留学生他可能一开始可能父母打算来这边读书嘛，然后有的父母也不会想那么多，他可能觉得说在学校附近方便的就好了，然后他可以走路上学什么的，所以大部分的所谓的学区房都是跟紧的知名的大学，比方说昆山大学啦。甚至于格里菲斯大学啦、QUT 啦、昆山科技大学，这都有可能。可是或者是 Gold Coast 可能邦德那边，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布里斯本好像是因为我们的交通不是很发达，大众的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反而大家会群聚在一个，比方说 City 的话就是 apartment。买楼这样的，他上学干嘛他比较方便，不然他可能就要开车很久的车，然后车子要堵在路上，怕影响考试，所以是这个原因。我看你们 Cbre 很多的物件都是跟楼花有关。其实这因为每个城市的发展，你会发现不单单是布里斯本，这包括悉尼，包括台北，包括香港，包括中国大陆北京、上海、广州，都会有这个。当一个城市在发展的时候，它的交通就会变得很堵塞，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其实不是因为学生，这主要是因为工作，这上班下班时间的交通一定是非常堵塞的。可是因为像悉尼他们还有地铁那我觉得布里斯本最严重的就是没有。就算你在悉尼有这个火车、这个地铁的话，在悉尼的堵塞程度，包括火车的时间，你常常都会爆满，就可能说有点像日本这样子，在台湾也遇到过，在北京、上海遇到，你赶那个捷运那个地铁，可能要赶3班才能上得去，在中转站的时候会很堵塞。就算你有这个地铁、有这个火车，其实都会有这种问题。其实真正的解决方法是你要走，你是要逆流而上，不是顺流而进。就是说，所有人都堵进来的时候，你要在反方向出去。所以说，为什么住市中心的好处？假设每个人如果你们很多华人喜欢住南区 Sunnybank， 如果你有早上9点钟从 Sunnybank 要到 City 的话，至少45到1个小时。可是如果你们试过早上9点钟要到 Sunnybank， 5分钟、10分钟就到了，一开车，因为呢完全路上一台车都没有，车都在另外一条线。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投自住的话，最方便的话还是住在在市中心里头。第二就是因为停车的那个费用，包括公共交通都有费用，像火车也不便宜火车一天可能要5、6块一单程的火车，如果你有学生还可能便宜一点，如果你是工作就更贵了。那如果停车位就很贵了 ，City 停车1个小时要40块钱，要20-30块1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在市中心附近如果有那个公寓包括这个车位的话，对于公共交通很方便。像我打个比方说，我住 South Brisbane 南岸公园，我要来 City， 我坐 Uber 才6块钱，我每天根本不用搭公车。我就2个同学一起 Uber 上课 ，Uber 回家就好了，也就1人3块钱，哪怕自己一个，还是点到点的送接，还不会迟到。那我们现在我因为我为什么今天想要拜托央艺来帮我们讲这个关于地产方面？那地产跟留学到底有什么紧密的关系呢？比方说，根据我自己个人的研究，我发现说现在已经不是以房养学的时代了。现在可以说是以学养房的时代，该怎么说呢？因为如果像央艺的背景，我记得你很小就来澳大利亚嘛，你几年来？我是1989年来澳大利亚，然后你是选择来这边读中学？对。然后读完中学，你在这边上大学？对。
然后你这边待很多年，对，然后念完了大学又去英国吧？有英国留学2年的时候。对啊，那好像有去美国吧？美国只是去那边交流一下，没有在那边真的生活。对啊，但是反正他就是留学咖嘛，到处留的嘛。对，那可是呢，这个说明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布里斯本是一个非常适合，应该说澳洲啦哈，是一个很适合小孩子刚开始选择留学的一个起点。这里比较没这么复杂了，这整个环境来说比较太平，然后比较人与人之间的也比较亲切跟和谐一点。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是因为澳洲的留学本身是带有移民的政策。其实这很对，因为你知道说，我在英国留学辅配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哈。英国很多同学都在那边待了10年多了，都搞不定那个移民，哪怕有工作签证，工作了10年也不能移民。英国基本上你是没有机会以读书或工作去移民，所以哪怕公司给你做担保工作签证，我有没有工作签证10年，还拿不到英国的绿卡。对啊，所以变成说他的青春岁月都奉献在这个地方。澳洲是比较开放的，对啊，很多欧洲国家是非常封闭的，他是根本不接受。所以他基本上他选择来到澳洲留学，那接下来他可以在这边慢慢生根，而且他这里有配合的移民政策，他可以它是一个门票进入到所谓的国际社会，然后再加上它可以允许你国际学生你们还是有买房的空间。可是如果他相对去美国读书的话，他不一定有这么多的配套。其实我有很多案例是我的一些买家，他买的时候还是学生，就我们是做期房嘛，就我们香港叫轮花，就是说可能你现在2016年买，2019年、2020年交房给你。那我有些同学他们买的房子，他们买的时候还是学生，那买完房的时候已经因为毕业了，刚好那个 PR 了，那他们就拿到首次购房的优惠了，因为那个政策就是按你交房的时候1年后去算。这就是我觉得澳大利亚好的地方。像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在 Cbre 有全球研究，澳大利亚是全球第3大的那个学业出口国家，仅次于美国跟英国。如果以百大大学来说，澳洲有的百大大学不比很多那些美国、英国的按人口比例来说是更高、更多的。人口比例来说，我们就更多这个排名100大的。而且在这个实际上以几率来说，它确实是一个真的能够帮一个年轻人起步的地方，还有他能够踏稳他所学的地方，然后接下来他可以很成功的就接着打进入国际的社会。英国或者是去美国，他可能最后为了他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就卡在说他是不是要当一个海归。应该来讲，就是你看你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你现在还不是回来这里？我觉得澳洲比较好生活了，是真的。好，现在先讲你的专业。那你好像就是修这个 property 方面的。对，我在昆大的那个 property studies 毕业的。现在好像也在昆大教书了。我现在在visiting lecture 在那个昆山大学的，也是教 property study 的3年级的那个 advanced valuation， 也是那个硕士班的1年级的一个。所以现在既是荣誉校友，又还回去继续在任教。其实我的梦想是当老师，因为我在Year 11澳洲的 work experience 是当小学老师，做了2个礼拜。小学老师学 property 不会？我在 Independent State School 教过书啊。OK， 好啦，你为什么会选择 property 往这对，为什么会选择这种 property？ 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来说，我们对土地有个情结，就是不管说到哪里都特别喜欢房地产这个东西。那我本身家里头给我的从小的观念就是砖头很重要，就什么股票类啊、黄金我都不太懂，我懂的只是 property 这个东西。那我就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房地产，所以我就在房地产这个领域有打滚了10几年。因为你有很多怎么买物业可以省税啊，还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project， 然后可以以房买学，是不是？以房养学或以学养房。以学养房，也可以以房养老。没有，其实是用一个留学名作为跳板，但它实际上就是进入了国际。这个门票，国际门票的店。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点，那个新加坡同学啊，他可能几年后把房子卖了，把这几年他就是啊，就把学费都赚回来。对啊，所以后来我们3年都在当原来傻瓜是我们啊。其实没有说傻不傻了，我觉得房子这种东西啊，只会涨的。基本上你长线来说，全世界没有。不过也要看呐，因为有的人也不是都是现买现赚，也是要经过分析。所以为什么说可能他找一个，对他找一个好的中介，或者他找一个好的团队。
对，因为这当中市场分析各种方面的分析是要做一些功课，最主要要适合你的。一般来说，我这么说呢，为什么学区房会涨得比较好？因为学校是永远不倒的，永垂不朽的。所以这个学校里附近的房子，你不住了以后，还有很多人想去住，就是你毕业了，你有很多学弟学妹会进去读书，下个也要进去赚生活费，所以这个学区房会有很多的常客。反而像你说其他的那个这里有个很好的咖啡厅，what if 这个咖啡厅关了？那这个咖啡厅就不是一个永垂不老的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地标性的一样产品，让这个房子会有增值。所以我们看房子常常除了看它的地区以外，对了，那我想到，那如果一样，它如果是现在我们去买美国的物业，或者是去买英国的物业，我们可以买吗？其实可以买，外国人可以买吗？外国人是可以买，可是难度很高，因为现在美国跟特别加拿大最近有很多新的政策，去限购这个外国人去买房子，税会加得很高。最大的难度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这个，我为什么说你要买本土的地方，就是你住这里，你买这里比较好打理。可是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留学，你又去买美国或英国的房子，根本打理不了，这个就是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怎么说管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不是说反对美国跟英国，我觉得每个国家它的房地产都有它的优势，只是说你必须要人在那边，或者你在这边读书，或者有打算来这边的话，你来这边买会更好。但同样，如果说你都不来这里，你就纯粹在国内的话，其实澳大利亚已经证明了在于租金回报率上是好过很多美国跟加拿大的地方，是这么。然后澳洲的话，因为人口基数比较少，2000多万人口嘛，所以这边的房地产是比较稳当的，对，比较稳健，因为它比较缺乏，会长远来说。而且它的这个租屋系统非常的健全。非常健全。你在国内你很怕说我租给你会不会最后是来抢劫房东的，但是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是保护房东，它非常的健全，所以你完全可以委交给专业人士。这方面以后你就有接纳，是个。这个东西不要录出来。好了，那我们今天很感谢阿姨的杨毅来到我们的移民帮帮忙的节目。OK， 我们再次谢谢杨毅，谢谢。很感谢你。以上节目是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 公益赞助。如果您对以上的节目内容有更多想了解的地方，您可以写信或到我们的官网留下您的联络方式，我们会有专业的移民专家以及留学顾问与您进一步联络。